砸刘德华场次破坏齐秦演唱会，臧天朔这一生究竟有多狂？2004年，正值事业巅峰的齐秦打算在北京某体育馆召开演唱会，不料正在排练时，突然来了一群壮汉，为首之人气势汹汹地找到齐秦后，便开口说道：“我是臧爷的手下吕长春，你想在北京开演唱会，就得先经过我们的同意，使用我们的设备。你现在招呼都不打就开，看来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”随后，吕长春一招手，手下小弟立马将现场所有设备给砸了个稀巴烂。之后留下一句：“这次是给你一个警告”后便扬长而去。这时齐秦才反应过来，自己是遇到了地头蛇。为了能让演唱会顺利举行，他立马动用自己的人脉，向天上人间的老板秦晖求助。秦晖是齐秦的忠实粉丝，偶像有难，粉丝自然不可能坐视不管。于是他一个电话将加代邀请至天上人间，与齐秦进行了良好沟通。三人当天晚上说了什么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碍于加代的面子，事后臧天朔并未再找齐秦麻烦，而他的演唱会也顺利举行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齐秦并不是第一个被威胁的歌手，在臧天朔势力鼎盛时期，连天王刘德华也没逃脱他的魔爪。2005年，刘德华演唱会档期与庞龙演唱会撞了个正着，彼时刘德华风头无两，因此在得知两人撞档期后，身边朋友纷纷劝庞龙修改时间。不想他不但没有更改的想法，还公开嘲讽起对方：“我上过音乐学院，他没上过。”就不一样。而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。当刘德华演唱会场场爆满时，庞龙的演唱会却无人问津，为此他十分生气。演唱会刚结束，他便将电话打给了好兄弟臧天朔。得知庞龙的遭遇后，臧天朔立马带着30多个小弟气冲冲地赶往刘德华演唱会。不想刚到场便被立马吓退了。原来为了保障演唱会的安全，刘德华不仅请了许多保镖看场，还将京城大哥严京、秦晖、李宝敏等人前来坐镇。这些人随便拎出一个就足够臧天朔喝一壶。无奈之下，他也只能灰溜溜地逃走。一生狂傲无比的臧天朔为何晚年生活如此凄惨？他究竟得罪了谁？别看臧天朔表面上是一位黑道歌手，但实际上他两边都没讨到好。做歌手时除了一手朋友，再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。做北京老炮时又仗着黑道背景得罪了太多人，也许是觉得两条路都走不通，于是那几年他利用手中势力开启了酒吧。然而因为利益纠纷，酒吧开业没多久，他便与另一个酒吧开展了一场恶战，期间对方一名小弟在这场事故中死亡，再加上当时的首都正值严打，臧天朔最终被判了6年。在里面改造时，臧天朔也对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感到了深深的懊悔，于是出狱之后的他痛改前非，只想复出唱歌，不想再经历打打杀杀。然而当他向之前的朋友寻求帮助，希望他们能给自己介绍资源时，他们都唯恐避之不及。臧天朔自然知道世态炎凉的道理，无奈之下他只得重新创业。只是还不等他再次功成名就，就先被确诊了肝癌。在最后的日子里，他又想起了自己最对不起的人斯琴格日乐。当年在得知斯琴格日乐也是个追梦的北漂族后，同为歌手的臧天朔对他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情。之后的日子里，不但收他为徒弟，还带他登上了春晚的舞台。长时间的接触下，两人逐渐发展为了恋人。但彼时的臧天朔可是有家室的人，他的妻子李梅为他生下一双儿女，多年间一直无怨无悔地支持他。即使是看在往日夫妻情谊，臧天朔也不可能离婚。而斯琴格日乐也不想继续做第三者，于是在堕胎后便离开了臧天朔。直到臧天朔去世前，他才敢去见对方最后一面。在臧天朔再次对他表达歉意后，斯琴格日乐也放下前尘往事，最终原谅了他。只是彼时臧天朔虽然获得了斯琴格日乐的谅解，但却忘记给妻子和母亲留下回旋的余地。臧天朔做梦都没想到，自己尸骨未寒之际，妻子和母亲就先闹上了法庭。2017年，刚刚出狱的臧天朔一直想东山再起，让家人过上好日子，因此他抓住一个音乐节的机会，打算借此打个漂亮的翻身仗。然而彼时的他早已不是什么京圈大佬，想用场地设备也不再是一句话就能完成的事。再加上他之前的影响太过恶劣，即使他用尽全力也没能拉来像样的投资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得让母亲为自己贷款，自费举办音乐节。不想这场音乐节受天气影响，到场之人寥寥无几，臧天朔也因此欠下了800万的债务。然而还不等反应，臧天朔患上肝癌的噩耗接踵而至。为了给他治病，其妻子李梅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，但最终还是没能留下臧天朔。
然而臧天朔虽然去世了，但家中还有800多万的债务需要他去偿还。迫于无奈下，他只能把房子卖了去还债。不想此举竟遭到了臧天朔母亲的强烈反对，因为他认为儿子早逝，自己已经年老，他无法确定儿媳日后会不会改嫁。但目前他却只想要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。其实这也不能怪李梅无情，800多万的债务，再加上还要照顾儿子女儿，生活的压力实在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臧母虽然没了儿子，但至少还有一个女儿，在女儿的帮助下，他将来肯定能有所依靠。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两方争执不下，最终只能闹上法庭。只是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这出官司直到如今也没有个结果。好在李梅的儿女还算争气，如今一个在上高中名列前茅，一个已经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名牌大学，未来娘儿仨的生活一定能越过越好。